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我们昨天看了蝴蝶兰，蝴蝶兰在开花以后呢，还有什么兰花在开？在田尾这边有专门在卖珍奇类的兰花店，那所以每次来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很多珍奇类。那这一次的珍奇类是真的蛮多的，而且都在开花。例如什么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颗，它非常有名，来自于新几内亚的品种。那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种啦，那你所看到这一颗，它叫做鹅头，鹅头长得像鹅一样的鹅头哦。那这一颗呢是来自于新几内亚，算是好种好养的个体，而且数量非常的多哈。那其实呢，它有除了普通鹅头之外，它有一些很特殊的鹅头哈。那什么叫很特殊的？就是它的花特别的大。那这个应该是一般形态的哈，它的花是属于适中的哈。那大的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哦，那大概它2倍大以上哈。那种大的通常都会有个体名，像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伊利啦哈。那伊利那个额头呢，我手上也有一颗。简单的说，那个就是有一次的兰展，然后得奖了以后，然后他就把它切，然后很多人就拿回去养。那因为这种额头呢，长的速度非常的快，那所以呢，其实后来大家都有哈。好，反而现在呢这几年呢，一般的额头还比较少见一些哈。所以如果你想要找额头的话，目前可以来市场上找找看，因为它开花季在冬天，那好种好养，算是好种好养，记得还是要给它足够的光线。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豆兰不用太强光，那其实就让它那种半日照以下，那其实它还是会死掉。那它开起来就这样，它会有2只脚打开的样子，非常的可爱。这个就是额头。那还有很多奇怪的造型，像什么大羊角啦，羊角系列，也长得像额头一样，那其实它是归类到不同种里面，所以其实这一类型的变化型非常非常的大。那基本上就是好养的品种啦，所以如果你想要初学者想要玩豆兰，我一直觉得蛾类的是非常好入门的蛾类的或者是什么红蝉系列，长红蝉系列也是蛮好入门的。那当然红蝉不好入门，但是绿蝉好入门，所以这几个算是比较大型的花，那开花性又好，那基本上植株又比较大颗，那算是入门的品种的豆兰。那记得要给它足够的光线，它才会开哦，不然你会发现它可能不会开，就是它的开花性会降低。那开花性就从冬天一直到春天，这个细节都是它的开花性。那主要你可以看它的花，你在市场上是可以找到更大的花的。好，我们来看这是什么呢？现在目前也进到了开花季，准备要开花。那你觉得它的植栽的感觉像什么东西？像是万代兰，对不对？它是万代兰品种，非常有名的万代兰，雅美万代。雅美万代呢，为什么叫雅美万代？就是我们台湾的以前的岛，雅美岛就是兰屿岛有产，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俗称它叫雅美万代。不过其实呢，这个万代兰呢，它除了兰屿之外，还有分布到其他的地方去它的分布非常广主要是在菲律宾菲律宾的很多的岛屿都有它的分布然后它有不同的形态，所以呢，其实它不是只有兰屿有它是非常非常多地方有的品种那冬天呢，就是雅美万代开花的季节，很有趣。大部分的万代兰呢，你去市场上看到很多很多的万代兰都是夏天开，夏天是它开花季。但是雅美万代呢，它大部分有时候在冬天会开一次，那有一些会在夏天开一次，有些会一年2次，所以还是要看品种，还是要看个体。像我手上有几颗雅美万代呢，一年开2次的，那也有一年开1次的，就完全不同个体，那开的感觉也完全不太一样。那基本上现在呢，这个季节是它主要的开花季，就是秋冬到春的地方是主要它的开花季。那有一些个体很漂亮红角的，那这个比较算是一般的个体所以呢，它有很多的那种我们叫变异种VAR 的变异种那其实它的有一些是红角的，它会把它归为在另外一个变异，像 BOK 是什么那一系列的所以呢，你在雅美万代里，如果也是我觉得蛮好种的一个品种系列，也是算初学者好种的品种。所以如果你是想种万代兰系列呢，它算是
好入门的品种，因为我觉得种法非常的光线，但是光线一定要足够。万代兰也是一样，需要足够的光线它才会开哈。那如果你光线不够的话，它一样会就是开花性会完全降低哈。其实兰花都要足够的光线哈，如果没有足够的光线，你会发现它的开花性就会不好哈。这个其实是兰花的特色之一哈。那雅美万代呢，就是一个喜欢光线的兰花。其实万代兰都喜欢光线，所以尽量给它强光以上的光线哈，中光以上的光线，那记得要有遮阴哈，不是遮阴会晒伤哈。好，这个是文心兰系列哈。那现在文心兰其实是有一些这种彩色型的文心，目前都在开，就迷你型的文心哈，现在目前都进入到开花季，而且我觉得品种很多，颜色也很多，非常有趣。就表示现在靠近冬季快过年的时候，有很多这种会香的文心兰准备出现，特别是那种迷你文心哈，最近我觉得市场还蛮多的哈。那像这一颗就是红色系列的哈，所以有很多种颜色，那主要就是跟它的交配有关系哈，而且有些呢同一批里头交出来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这个我是觉得非常有趣的哈。所以呢，现在也有文心在开，所以你看现在的花其实非常多，现在这个是开2梗哈，只是左右各1梗。文心的花通常都很多哈，简单的说呢，它就是1梗上来，然后中间都是花哈。那这一类型大部分都是交配品种的文心，原种的文心大部分开在夏天，到夏天左右的春天到夏天左右的时间哈，跟这种文心的开花季比较不一样。那这个是经过改良以后所出来的一种在比较秋天、冬天开花的兰花品种哈。好，我们来强烈介绍一下这一个啊，这个我好久没看到10生苗了哈。那这个很明显是10生苗，一颗小颗的10生苗，对不对哈？这颗也是产在我们刚才有说雅美万代哈。这一颗也是产在兰屿的兰花品种之一哈。那我已经好久没看到10生苗了哈。有人叫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名字哈。那它的名字有一个什么管什么兰的，那比较不好记。那其实呢，我们大部分都叫它红头兰哈，红头兰。那红头的意思就是兰屿的意思哈。那红头兰呢，这一颗兰花呢，它为什么很少10生苗哈？你可以看它的那个花很小，你去浇果就很难浇了哈。那浇果拿去播种也不好播哈，这个是非常特别的。那红头兰有一阵子很多，那有一阵子又不太多哈。最近又刚好现在有看到它开花哈。兰屿红头呢是原生种的品种之一哈。那其实呢，它其实可以长到非常大颗哦。我们现在看到都是中小颗的个体哈，不过它其实可以长到蛮大颗的个体哈。它开花有很特殊的香味，我们称为杏仁香哈，有一个很杏仁的味道，这个是这种兰花很大的特征。那它呢，我为什么很久没看到？就是我们朋友之前有结种子去播，听说不是非常的好播哈，所以这次有看到，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我好久没看到这一颗兰花了哈。那它的花就是成乎这样一串，如果你种大颗的时候，它花很长哦，花很长哈。那记得这个兰花要中强光以上哈，它的光线要足够，就会长得很漂亮。如果你把它放到中弱光，它就会长得很慢哈。其实它的光线是在我朋友的养法里头，卡多利亚是可以开花的光线，它会长得非常的漂亮哈。所以如果你要种这颗兰花的时候，记得要有足够的光线哈，一样哈，要有足够的光线，那它开花起来非常香，充满了香气哈。听说菲律宾也有红头兰，我们以前在很久之前我有看过菲律宾的红头兰，不过事实上我这几年都没有看过哈，就是这几年都没有在市场上都没有看过，都只看到兰屿红头，然后10生苗这2年其实不是很常见哈。这一次我是好不容易这一次来到田尾的时候才看到这种10生苗哈。好，感谢你的收看，如果喜欢频道，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哦。那现在有很多奇怪的兰花，我们明天再聊其他的兰花哈。我们下次见，拜拜喽。